或许你也早就听过哈，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啊。每当周六周日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节假日啊，就有一群满头银发的老人，带着自己或者子女的简历来到这个地方，交头接耳。一般这类聚集地呢，都是这座城市最早、最老、最繁华、最热闹的人民公园啥的。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公园相亲角呢？你是否期待从这里找到自己的缘分呢？对于婚姻这个话题虽然我已经结婚4、5年孩子也都会打酱油了，但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一开始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不太清楚，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对婚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惑。这些年每年结婚的人数持续走低，社会上有关剩男剩女的话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剩男剩女又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到公园相亲角去相亲呢？我们今天就统计了南宁市人民公园相亲角的所有简历希望能够从中找出一些规律供大家参考。同时也希望看我们视频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因为我已经好多年不坐办公室了嘛数据整理的工作呢非常的生疏，加上每个相亲者的简历呢我都是一份一份的手动录入有些相亲人呢估计是为了广撒网多钓鱼在线上挂了多份简历我也是图表都快做完了才发现有些简历是重复的不得不推倒重做。所以这些视频呢出的比较慢希望大家看完觉得不错的话，不要吝啬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再投2个比特币啥的。首先关于南宁这座城市的基础数据南宁市是我们国家华南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已经比较靠近中越边境了2022年它的常住人口呢是880万GDP 呢5218亿，全国排名第56位，人均 GDP 呢只有5.9万在全国的100强城市当中属于比较靠后的。我们这次统计的做800-900万人的省会级城市呢，也算是取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中间值了。我们去公园相亲角的这一天呢，是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连我这个颜值也有好几个阿姨对我上下打量问我是不是要找对象。我自然是一口回绝了借口帮家里的亲戚找对象我们掏出手机把现场的简历全都给拍了下来。事后我们除去一些重复的简历这一次我们总共统计到214份相亲简历其中男性92人占比43%，女性呢122人占比57%。这一点印证了全国其他的相亲市场数据出来相亲的女性是要多于男性的或许很多同学会疑惑，按理说从地区总人口数据来说肯定是男性多于女性南宁这座城市呢也不例外，它的总人口男女比例呢是100比106。但到了这种婚恋市场上一些条件不够优秀的男性可能连去相亲的勇气都没有，而女性则不同只要智力或者身体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基本上都可以参与到婚恋市场当中。所以我们到一些相亲市场上去看相关的数据都是女性人数多于男性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逐项解读各项统计数据，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见解呢，也欢迎大家理性的发表评论。从我们统计的简历当中女性的平均身高呢是160公分，男性呢171公分。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达到这个平均值呢？我们所统计的122份女性简历中，最小的年龄26岁，最大的70岁，平均年龄38岁。这一项对应的男性数据最小的25岁，最大的71岁，平均年龄43岁，比女性的平均年龄大了5岁。具体到各个年龄段的分布情况，来相亲的女性中，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占比54.9从这个具体的年龄分布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从29岁到
到39岁是女性相亲的高峰期，到了40岁之后，相亲的人数就越来越少了。这可能和40岁这个女性生育门槛有关。这个也不难理解哈，女性一旦过了生育年龄，再成婚的话，就必须要考虑如何生孩子的问题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思想是比较注重血脉传承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虽然这些年大家的观念改了一些，但到底会有多少人会接受丁克家庭，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这里呢，弹幕也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愿意当丁克，一辈子呢不生育后代，愿意的扣个1。另外，我非常好奇这个表格当中呈现的39到40岁的人数一下子就少了很多，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全部都赶在40岁之前成了婚，还是说到了40岁之后，他们干脆就不嫁了？因为我手上的样本量不够欢迎大家补充一下这个疑惑。年龄这一项对应的男性数据分布就比较均匀一些，各个年龄段相亲的人群都差不太多30岁和40岁这个年龄段的差距只有6%，甚至50到60岁之上的相亲人群还有25个百分点。这也契合了人们印象当中男性择偶的年龄范围比女性宽泛当然前提是你事业有成。我相信没有哪个女性会嫁给一个又老又穷的老光棍儿，难道图他不洗澡吗？这一点我们从来相亲的男性工作和学历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总共有80人填写了工作相关的数据。其中在事业单位的有22人，央国企的有11人，再算上什么教师医生企业高管和经商的这些咱们传统印象当中比较优质的工作岗位的话，就有54%的人工作是比较好的可是为什么这些在事业单位、央国企的人还会被剩下进入到相亲市场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相亲人的学历信息。总共有62个男性填写了学历信息，其中大专18人，本科31人，2个研究生，2个海归，57%的人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只有9人填写了高中以下的学历，有30个人没有填写学历信息。为什么没有填这么重要的个人信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越是不愿意提什么大概率这个东西是不太能拿得出手的。对应的来相亲的女性学历就要高一些，有7个大专生，80个本科生，还有11个研究生。我们统计的80%以上的女性都是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的。对比男性大学以上学历的57%，我们可以得出，不仅来相亲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而且受教育程度也普遍高于男性。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这11个研究生学历的女性的具体情况。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29岁，最大的44岁，平均32岁，最低身高156公分，最高172公分，平均身高163公分再看他们的职业信息，不是教师就是事业单位或者央国企属于是100%的好工作。再看他们的家庭情况大多数父母都是退休或者事业单位在职的，只有3个人没有填写父母的职业信息。我们注意到这11个人都没有填写婚史情况。我们假设他们都是没有结过婚的那他们被剩下的原因，要么是因为长得太丑，别人看不上，又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看不上别人。因为研究生考试加上这些好的工作单位入职啥的都是需要面试的他们能通过这些重重筛选，逐渐在个人形象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呢，就是他们的个人要求过高，看不上别人。从这些简历中，他们对对象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目标人群大多数都是想找一个与自己情况相匹配的。有6人明确写了要找本科以上学历，在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医生、教师啥的。有3个人还明确父母得有退休金。加上这些硬性条件，相信咱们大多数人都是够不上的。所以说，有高学历的女性之所以容易被剩下，是与他们适配的目标人群过于狭窄有关。
关。咱们大多数普通男性干着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和一份几乎拿不太出手的学历看到这样普遍条件优于自己的婚恋市场，可能连去相亲的勇气都没有了。加上近些年互联网上对女性鼓吹不能满足自己的婚姻，还不如精致的单身，导致条件差一些的男性鼓足勇气去追比自己更加优秀的女性时往往被认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承受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样供需错位的婚恋市场上就呈现出了越是优秀的人越容易被剩下的错觉记住，我们这里用的是错觉。虽然咱们从统计层面看到的来相亲的人都是学历高、职业好，并不代表全国的比例当中这些优质的人群在婚恋市场上容易被剩下，而是因为有太多条件不好的人没有参与到婚恋市场当中，连被统计的资格都没有。这一点从相亲的男性房产信息当中也可以窥见，84%的人填写了房产信息，其中不乏全款不用还房贷2套3套，有楼有铺出租这种夸张的表述。所以真实的婚恋市场当中，学历工作房产这些硬性的条件相当于是一块敲门砖，没有这块砖，你可能连门往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统计的男女相亲比例当中，男性普遍低于女性人数的重要原因。简单直白的讲有很多男性因为自身条件不够，没有主动参与到婚恋市场当中也就没有被统计进来。而来相亲的女性又普遍是想找个更好的，最差也不能比自己低的也就形成了供需错位的关系。即条件差的男性因为没有参与进来市面上呈现的反而是一些条件好的优质男性被剩下的错觉。而这些本身就是条件比较优质的男性，大部分也是想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差一些，但是要年轻貌美的。而市面上来相亲的女性又普遍是学历高年龄大还看不上这些所谓的优质男性因为在他们看到的简历当中，来相亲的优质男性已经算是最低的标准了，也就形成了你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的供需错位。其实大部分的男性择偶观念中是接受向下兼容的即不论城乡学历、工作，甚至年龄比自己大几岁也无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对于择偶标准的偏差。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相亲人的婚史情况。首先是男性有33人填写了婚史情况，有30人表示未婚，29人没有填写，有婚史的占比36%，这个比例还是有一些高的即来相亲的男性1/3多都是有婚史的，而女性填写的有婚史的占比呢只有20%。按理说男女离婚后的总人数肯定是一样的嘛这里少了10几个百分点，我推测有2种原因一是呢少的这部分女性她们不打算再进入婚姻了，二是她们快速进入到下一段婚姻了，咱们统计不到了。你觉得是哪种原因呢？从有婚史相亲人的年龄分布上来看女性最小27岁，男性最小呢也有35岁且只有2个在40岁以下的男性。由此可以推断，少的这部分有婚史的女性是快速进入到下一段婚姻了，而男性则基本上都是拖到40岁以后了，还在婚恋市场上打转呢。除此之外，这些有婚史的相亲人除去子女已经成年成家的其他只有6个男性带了孩子，3个女性都带着女儿。从带女儿相亲的女性简历来看，应该是和他们的收入情况有关，即离了婚，自己的工作收入是足够支撑养孩子的，他们才会选择带女儿。这一点我们从全国其他的统计口径也得到了印证，大部分的女性离婚都不会选择要孩子，要也只会要女孩，这非常的残酷尤其是当下离婚率这么高的情况下离了婚的男性到40、50岁了还没有找到下一段婚姻，
而女性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下一段婚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能选择带孩子的。在我们统计的相亲简历当中，不论男女接受有婚史对象的前提，大多数都是不带孩子。所以离婚无论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最后我们再来看几条这些相亲人简历中出现的高频信息，比如差不多有一半的女性简历中表示父母家庭没有经济负担，有18%的相亲女性是独生子女，还有一些对对象或者自己要求不沾烟酒。而来这里相亲的人基本上都是父母亲属，很少有本人来的。本人来也是那种50-60岁以上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养儿防老这个传统观念正在被颠覆。十分讽刺的是，这些满头银发的老人费心费劲的帮着这些30、40岁甚至50岁的大龄子女解决婚姻大事，到头来可能还会被嫌弃成为子女相亲路上的阻碍。所以抛出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问题，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有必要结婚，还有必要养孩子吗？如今生的孩子一路艰辛，好不容易养到成年吧，还得担心他找不到对象，那可真是操不完一辈子的心了看到现在真实的婚恋市场，也就理解为什么现在结婚生子的人越来越少每个时代对于婚姻的需求不同，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婚姻以及家庭出现的意义是男人狩猎，提供食物，保护家庭成员安全；女人则是哺育后代，延续基因。到了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大家的家庭情况也都差不多，一匹布、一辆自行车、一间土坯房，2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可以携手共同面对生活了。而到了现代，随着女性经济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再也不用依附男性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所以在婚姻的选择上，女性的基因里天生就决定偏向于找一个比自己更加强大的男性。但随着全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推进，出现了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岗位比男性还要优秀的女性。那么这部分女性还抱着找比自己更加优秀的男性的话难免目标群体就越来越小了。而男性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往往就是通过一些经济上的补偿来呈现，所以也就出现了男女结婚成本越来越高，甚至贷款结婚的地步。我们没有开玩笑我老婆家那边真的有个亲戚就是贷款结婚的。这些年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性别对立的思潮，比如他可能遇到一个渣男，立马就对所有男性开炮男人都是怎样怎样的再比如有个人遇到2个捞女就一下子就对所有女性充满了敌意，搞得大家是相互的嫌弃，尤其是在这些相亲角里更容易出现这种相互嫌弃的场面。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上海的大妈对一个年收入40-50万的小伙说你这收入在我们这儿也不怎么高结果人家一问他女儿工资呢月入7000真的是太经典了，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婚姻的本质应该是2个人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如果咱们人人都拿一把标尺去找比自己更加优秀的对象，就算人家各方面都符合你的要求，那你是否符合对方的标尺呢？那我们既然都提倡性别平等了，那为什么还非要男性一定要比女性强？为什么非要男性提供彩礼婚房以及其他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老家川渝地区要太多的彩礼的话是会被人说卖女儿的，所以在我们那里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给个1-2万，加上几个红包啥的去南宁这个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之前呢，我也问了2个这边的朋友，他们说南宁这边结婚的彩礼呢一般也都不高，听说也是2-3万块钱的水平，所以来这边相亲角的人数呢并不算太多，也就只有周六周日2天才有这个活动，工作日呢是没有人来的所以这一天呢我们才统计到200多份简历。如果各位朋友真心想尽快脱单，真的要搞清楚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正如大多数人结婚时所说的那几句话，找到那个无论贫困还是富裕、生老病死都愿意与你共度余生的人。如果咱们预设了太多的前提条件，假如某一天那个条件不复存在了你是不是
就得离婚呢？如果咱们只想找个年轻漂亮的，那过几年他年老色衰呢，你是不是又得换一个呢？所以没有搞清楚何为婚姻的时候，真的就不要轻易的走进婚姻，这是一个过来人的衷心警示。另外你都来相亲了，也别什么端着架子了，还以为自己有多么优质呢？拜托你清醒一点，真正优秀的人会来相亲吗？也别说什么自己忙呀，没什么渠道接触异性之类的话，你再忙，有人家罗某想忙呀。之所以被剩下走进这个相亲市场，还是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吧。所以更应该放低一些姿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人家男孩女孩热情一些，主动一些。即使不喜欢呢，也主动明确的告诉人家。别瞎耽误大家的时间也别把场面搞得那么尴尬。你看这个哥们儿的简历里就写着只要肯见面就一定请吃饭，甚至菜单都给列出来了。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年代，谁也不差那一顿饭，但谁也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在下一次的饭局上认识到一个愿意和你共度余生的人。重点是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找得到对象相比你差在哪儿呢？好好琢磨琢磨吧。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收藏、转发、分享、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